Hello， 大家好，我们即将呢要在4月23带来第一次的直播哦。那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留言区里头把你的问题给丢上来，我们呢会在直播节目里头一一为大家来做回复哦，不见不散哦。信仰注重在人间，今天可以去绘画，天高五财神躲桃花。大家好，我是元正宫刘公主，非常高兴来到财神有话说的这个场域。今天怀着万分感恩的心，讲述财神在历史上的多元面向以及演变。根据典籍记载，收神记三教源流收神大全。赵公元帅，名朗，字公明，是陕西终南山人士。秦朝的时候，独自在深山中修炼。是一位修道的人。财神赵公明并非一开始就是财神，他是由厉鬼、瘟神多元的演化，最终才成为财神的。赵公明最早出现在史料《左传》成公10年，晋景公梦到一个很可怕的厉鬼，头发散到地上，捶着胸口跳来跳去。这是因为晋景公杀了赵氏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就向天帝请求报仇，所以便成立鬼来索命。东汉有个叫做伏虔的人认为，这个厉鬼就是赵公明。左传的成书大约在西元前770年，一直到东晋晋景公，大约是在西元317年。这1000年的时间，赵公明是以厉鬼的身份居之。随着时间的推演，一直到东晋时期的《女清鬼律》中记载到，赵公明是西方白气鬼主，领万鬼行助气之病。再接着干宝收神记卷5云：上帝命赵公明中世纪各督数鬼到凡间来取人性命。赵公明他的部下看到王幼廉洁及孝心，不仅没有取疾困中的王幼性命，反而为其疗病，留下避恶灾的赤笔10余支。这时候的赵公明神格已经是上承上帝的谕令，有行温惩恶、从孝扬善及为人疗病、去恶灾等多种的神通督鬼之神。那我们其实这里面有发现到，这时候的财神赵公明他已经是非常重孝道，像我们古代中国是天地君亲师，这个亲就是我们的至亲，只有这个亲他才可以护佑着我们这样子平安的成长。所以在东晋317年一直到明朝1368年，大约也是1000年的时间，赵公明是以瘟神来居之。到了明朝隆庆年间成书的《封神演义》，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封神榜》。赵公明忠心耿耿，是为了辅佐商战死，所以被姜子牙在封神台上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就是以财神的封号来居之。在唐朝时候，皇帝加其忠勇四正元帅的封号。总而言之，厉鬼、瘟神一直到财神，这个演变的多元面向，它是由惩恶兼扬善到释财，是我们财神爷神职发展的3部曲。由于我们《封神演义》的普遍流传，因而随着故事深植人心，赵公明也就渐渐成为老百姓心目中掌管天下财富的财神爷，而日渐淡忘了他原来作为厉鬼、瘟神的面目。从明朝1368年到今天的现在，赵公明以财神居之大约600多年，从此奠定了他财神信仰，并衍生出多元的五路财神。现在为道友信众们进一步的探究五路财神，在探究当中会惊叹五路财神包含了我们人们在生命历程中所有的美好，心之所愿，心之所求。以下依五行相生的顺序来为十方道友信众一一的介绍。五路财神是哪五路呢？就是我们在方位中的东西南北中。东路进宝天尊消生财神。宝，什么是宝？宝就是珍贵的东西，
如珠宝。旧时的钱币我们称之为元宝、通宝，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乾隆通宝。古代天子的印章是玉玺，诸侯的印章封玺都称为宝，所以东路进宝、天尊、消生财神、执施钱财、珠宝、碧玉，但也有加官进爵、求官运亨通、事业宏图等的加持寓意。再来介绍南路招财使者陈九公财神。陈九公财神是以招来财气，以发财致富。财运财气是天地间一种无形神秘的力量，它来自于上天神明的赐予，但是也可以透过我们后天的努力学习、坚持而得到的。但如何得到好运呢？就是正气。我们人如果有正气，就能与天地共平，获得天地间加持的能量。虽然法门有千万种，但是做法却是在于我们举手投足之间而已。例如你的良善、诚信、童叟无欺、与人为善、和气生财，这些都是招来财运财气的基本前提。所谓的万事和合、百物丰盈，就是我们的商标、商誉、信用、口碑，这些是至上的无形财，是责任与真心的付出。它是必须经过冗长的时间考验积累而成，是需要有恒心的。西路纳真天尊草宝财神，珍它是指宝贵的东西，如稀世的珍宝、奇珍异宝，还有在文物方面，书籍的珍本、字画、墨宝、古董等等珍贵的典藏。在美食珍馐就会有山珍海味种种入口的美食，但是纳真天尊也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记得注重养生，因为有好好的养生，你才有健康的身体，有了健康的身体，你才能拥有财富，这是最重要的。好，再来珍字还有一个情义的意思，如你最珍爱的、珍惜的、珍重的人事物。再来珍字也是一种人才，大家一定没有想到珍字怎么会跟人才有关。确实在《说文解字》里面，珍是含有人才的意思，因为财为宝，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小至个体，大至国家及全世界，大家都在疯抢人才，因为以人为本，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北路立士仙官爻少师财神，立士就是贸易上所获得的利益，在《左传》昭公16年这里就有提到，而有利士保惠。那利士也就是利润、盈利，譬如利士3倍，或者是吉利、好运，贸易上的吉兆叫做大发利市。中路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真君，财神之首赵公明武财神。相传在明代云南的真庆观道长李道儒的手稿记载到武财神显灵的神迹，内容是在唐武德2年西元619年的时候，曹太后突然发怪病，状如鬼魅缠身的样子，昼夜不得安宁，全国的御医都束手无策。那时候有狼爷的云游道人上书给高祖，说我们大唐承受天命，统一四海，难免杀戮太多，那些无依冤魂便迁怒于太后。道人建议祈求玄坛真君赵公明显灵救助，唐高祖依言设坛祭拜，太后果然痊愈，未感念神恩，故赐命今生5座，分别奉与狼爷天台山财神庙、蜀中峨眉山九老洞、长安终南山财神庙、太原财神庙以及南京太清宫，流传到后世，让百姓广为参拜。原本的《搜神广记》后集，赵元帅也对赵公明有更详细的描述。赵公明是终南山人，从秦朝就隐居修道，功德圆满后，受玉皇大帝赐封为神霄副帅。他象征水中金之气，形象为黑面铁冠，手持铁鞭，其斧对应金水，北方之气，主要掌管赏罚、雷霆、风雨与驱邪除疫，职责遍及3界5方9州。他的神职极高，封号多达79字，包括5方巡查使、雷霆副元帅、3界大都督等。信徒向他祈求除病解厄、诉愿求财，皆有灵验。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
雷部最早的时候就是权力中心啊，所以以前百姓啊，我们人们啊，都会说，你如果做坏事会五雷轰顶。这个雷就是一个赏善罚恶啊，是一个人间法律之外的天外之法，神明的法。财神他有神霄富帅的一个职称，他掌管阴阳两界的钱财，他也是一个可以度化游魂冤鬼这方面的一个生灵。财神可以神修三界，自然我觉得他是法力无边，举凡我们人世间所需要的，都可以向财神来祈求，也都可以得到莫大的感应。但是我觉得信仰现在的感应，在感应之前，我们是必须要先付出去执行。你求财，你付出了什么？你对于你的专业，对于你的学习，你付出了时间努力，如果有的话，自然这个感应会如影随形。那么如果还没有做到，那可以祈求财神爷让你有努力学习，还有勇气智慧，让你去克服你面临的困难。根据文献记载，在元末顺帝人时代元朝是历史上瘟疫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上记载就有12次之多，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死人无数。一直到顺帝的后期，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疫病。所以在这个瘟疫洪灾不断的时代中，赵公明已经衍生为侧翼三界、巡查五方、提点九州，可以神修三界，保护广大的老百姓，被人们赋予是个万灵天尊、至高无上希望的寄托。举凡人世间的富贵福寿情，所有的祈求，只要对我们的财神赵公明祈祷，便都能称心如意。所以在民间我们奉财神赵公明为财神之首，财神赵公明亦被寺庙广为主事的主神，在5路财神中，他是担任领衔带头的中路财神，其他4位则是赵公明的部将。我觉得信仰就是必须要真心，然后诚意，不要朝三暮四。今天听这一尊神很灵，你不远千里也去；明天听那一尊神灵验，你又跑着过去。那这样子，你永远找不到你自己的心在哪里。那我个人会认为，我们信仰它是从一而终。赵元帅的一个记载里面也是正则万邪不干，纯一不二。纯一不二这4个字就真的很能够让我们作为后学的弟子用心去体会。再者，信仰它不是只有相信而已，你必须要去做，去实践。那你如果去实践，法门有千百万种大家耳熟能详的参禅打坐，或者是做志工，或者是你个人的自修呢，你可以抄经念经，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方便法门。那如果你必须要更加一步的去做一个深入的探讨的，你就必须要去做更广大的学习。那我们道教呢，很简单的道法、道学、道术这3种缺一不可的。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文化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对信仰这方面，你也必须要是去了解，那就不是迷信。你不了解，然后你就去相信，这就容易被误导，就会被人家说成是一种迷信。所以你必须要去深入的去研究。就像如果我们在财神的信仰这方面，你至少也要了解财神这么多元的变化，还有他的史料典籍的记载是如何。他在他的封告里面都已经非常的明确告诉我们后学的弟子，你可以如何去跟着他的脚步走，跟着他的修行修。首先我们要知道财神的喜忌。那如何知道财神的喜忌呢？在我们《收神广记》中记载，财神他的神职有赏罚之一司，驱雷役电，呼风唤雨，除瘟减疟，保病攘灾，冤送生益，人死之解释公平。在所有的灾难之下，人们都可以向我们财神赵公明祈求对抗天灾人祸，得到平安的庇佑。在科学之上就是玄学。三命通会中记载，财为养命之源，财分有形财及无形的财。除了财是货币的总称之外，财也是欢喜心，身体健康是财，阖家平安喜乐也是财。人生的一世荣辱吉修，难免起伏不定，
时运虽然有定数，但是老天爷亦留有很多的方法，让我们人们可以改变困境，就是透过我们的思维信念，百折不挠，勤勉坚持，自助而后神助，我们顺势而为，必然乐其所得。再来，常听到的富贵险中求，但是后面的大家都没记得，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啊，求时十之一，丢时十之九。所以拜财神不能不劳而获的，不是拜财神就可以获得财富的，因为财神是赏善罚恶、公正公平正气的神格，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才可以获得财神的护佑与神赐。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一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导无不如意。这就是财神赵公明的一个封号里面的指示。最重要是正心诚意，纯一不二，这是信念。信念是相信你尚未看到的，但结果是你将看到你相信的，这就是信念。一个人想要功名成就、荣华富贵，就要有勇有谋，要能抗压、耐寂寞，步步为营，脚踏实地，才是正确的财富态度。而真正的财富累积，仍然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与抉择。我们在累积财富，就是在修行一样。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这个财字呢，善则如满天之星，望之不及；合聚则是一团烈火，夺命焚身。每个人在这个生存生活的红炉里，接受着无情的淬炼。生活里虽然时有平安、幸福跟喜乐，但也处处了充满了危机与陷阱。所以只有智慧还有用心的修行，才不会被财迷失了心智，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靠智慧跟用心的修行，才可以在暗黑的迷雾之中看到曙光，走出这个考验的红炉。大千善善为修行，爱财求财，就像在织一条金龙一样，一针一线，它是必须要细心用心，受伤绝对是在所难免。所以跟着财神的脚步走，跟着财神的修行修，心诚则灵，自然能得到财神的护佑，渡红尘。农历3月15是财神爷的圣诞，在此恭祝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赵元帅圣诞千秋。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在底下留言，恭祝天官五财神圣诞千秋，送财神爷生日祝福语1万订阅吧。然后呢，我们真的来看那些过去的朋友啊，或是同事啊、同学啊，我们这样关注看下来，还真的跟爸爸关系好了，真的好像事业都有得到加持跟祝福，他在事业的路上真的比较好。